如果把全球几艘主流的航母拉在一起比较一下的话，就会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那就是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呢，在其中显得格格不入。不管是美国的福特号、中国的山东号，还是法国的戴高乐号，首先都是只有一座舰岛的，但伊丽莎白女王号却有2座。其次前3艘航母呢都采用了斜式飞行甲板，但伊丽莎白女王号的飞行甲板从头到尾都是笔直的。她这样做到底是为了什么？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它。先说2座舰岛的问题。是为了迷惑敌人，让你猜不到我舰长坐在哪儿，就像总统出行的车队总是有几辆一模一样的车前后排列一样吗？显然并不是的啊，原因不在甲板的上面，而是藏在甲板的下面的，在航母的引擎室里面。伊丽莎白女王号使用了2套一模一样的燃气轮机作为它的动力来源，所以就需要2套排烟系统来把飞机往外排啦。通俗点讲呢，就是它有2根大烟囱。这2根大烟囱显然不可能光秃秃的杵在甲板上嘛。既然甲板上还需要立起舰岛，那么最佳的方案肯定是把烟囱和舰岛结合在一起嘛。实际上呢，大家都是这么干的。但伊丽莎白女王号的情况呢，还要再特殊一些，它的2套动力系统前后间隔的距离还特别的远呐。所以你要么是设计一个很长的舰岛，一次性的把2个烟囱都包在里面，要么就得要安排2座舰岛，分别来裹住2个烟囱了。他最后的选择嘛，我们已经知道了就是这个全球首创的双岛式航母了。在说他为什么要这样选择之前呢，你难道不该首先好奇一下，他为什么要整2套一模一样的动力系统呢？而且还非要把它们之间间隔得这么远呢？如果你已经猜到了，就在评论区里面走一波啊！原因其实很简单英国人是怕伊丽莎白女王号呢重蹈了皇家方舟号的覆辙嘛。1941年11月14日呢，一枚德国 U81潜艇发射的鱼雷击中了皇家方舟号的侧舷，引起了巨大的爆炸，并将舰身撕开了一条长约40米的大口子。大量的海水呢倾泻而入，几分钟内就淹没了中心的锅炉舱，导致主机停止运转，电力系统也就完全中断了。于是这艘2战当中英国最为著名的航空母舰呢，就只能困在原地，等待最终沉入海底的命运了。要是它有第2个锅炉就好了嘛。英国人懊悔不已，所以伊丽莎白女王号上面呢，才会有了2套隔得这么开的燃气轮机了嘛，就是为了冗余备份，提高一旦战损时的生存率的。2个烟囱，那就2个烟囱吧。咱建2座舰岛不就好了吗？虽然这样会造成物理上的隔绝，让前方负责船只控制和后方负责飞行控制的2个班子在配合上呢，有点不太容易。尤其是考虑到舰载机的起降其实都是非常依赖航母提供准确的航向和航速的，所以就更加要考验2栋楼之间的磨合了。但除此以外呢，分成2栋比合成1大栋还是有不少好处的，比如可以省下大量的甲板空间，甚至在2座舰岛之间呢，还可以装上一部升降梯，大大提高了甲板的利用率。比如2个小舰岛比1个大舰岛所带来的空气湍流更小，这样就对舰载机的起降安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再比如分开的舰岛分别提高了船只控制和飞行控制的效率。位于前方主要用于船只控制的舰岛呢，得以离船首更近，因此为船员提供了更好的视野，可以更好的操纵船只，尤其是在狭窄的隧道上。而位于后方主要用于飞行控制的舰岛呢，因此可以装上290度环绕、高达3米的巨大窗户，把从舰尾到舰首的整个飞行甲板呢一览无余，因此就能做出更加准确的判断和决策了。还有好处分开的舰岛上可以装上分开的雷达，降低了2者之间的干扰和盲区，而分开的舰岛也可以分开去制造嘛，在难度上呢又减小不少了。所以这样看起来，伊丽莎白女王号的双岛造型还真是有理有据的。那么它取消了的斜式飞行甲板也同样有理有据吗？看起来也的确没啥毛病其他航母上之所以要把旁边的飞行甲板斜着放，是因为他们的舰载机都是滑向甲板，靠勾住拦阻索来减速降落的。这样的方式呢，有其特定的风险就是万一飞机没有勾住拦阻索的话，它必须要马上复飞才行。斜着的甲板为它创造了安全的条件。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斜甲板，而是笔直的往前冲的话，它是很难避开停在前方的飞机的。结果呢，很有可能就会是这样的。
但伊丽莎白女王号的舰载机呢，都是具有垂直起降能力的机型了。直升机自然不用多说，固定飞机采用的是 F-35B， 它可以在舰首那个上翘12度的滑跃甲板的助力下呢，实现短距离起飞，然后在舰尾直接以垂直的方式着舰。既然这样，干嘛还用得着斜着摆甲板呢？直接把它做成一个工整的矩形，显然还能有更多的富裕空间嘛。你看，理由是不是也很充分呢？就我个人而言，还是非常喜欢这艘航母的造型的。所以你呢？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你的看法写在留言里面告诉我吧。如果说鱼雷是水面舰艇的噩梦的话，那么深水炸弹就是潜艇的噩梦了。它会造成或漫长或骤然的死亡。显然，漫长的死亡比什么都可怕。深水炸弹呢，并不需要直接炸到潜艇上，只需要在它周围炸开就够它受的了。一位潜艇老兵是这样形容的：爆炸声就像一个巨人抡着柄千磅大锤，一次次的向潜艇侧面砸来，每一阵冲击波都会将艇内的我们震得东倒西歪。为什么深水炸弹这么厉害呢？我恰好找到一段水下爆炸的慢镜头，咱们一起来看看。视频中可以明显看到，在爆炸瞬间会产生出第一波冲击波，接着由爆炸制造出来的气泡会迅速扩散，带来第二波的冲击，再然后气泡被水压缩，压缩后积蓄了能量，又再度膨胀，带来第三波，如此反复，直到能量耗尽。但是锤子呢，却已经抡上了第 N 波了。尽管潜艇本身就是为了抵抗压力而建造的，但这种由深水炸弹产生的爆炸超压还是会造成艇体进水、管道爆裂，甚至艇体破裂，直接就葬身水底了。二战中期呢，为了对付藏得越来越深的德国 U 型潜艇美国采用了一种类地型的全新深水炸弹 Mk9型，配合上专门的压载重量和尾部鳍片，它可以比之前的 Mk6下沉得更深、更快、更稳。通过提前设置其内部的水压引信，当深水炸弹下潜到一定深度时，就会被引爆，从而逼迫潜艇上浮。但有个问题啊，既然潜艇一开始就是潜在水下躲起来的，那水面船只又怎么能发现它呢？甚至还能够设定出准确的爆炸深度呢？其中一些呢是在它们还浮在水面上时就被盯上了，而另外一些则来源于情报。1941年5月，英国人从一艘被迫上浮的 U 型潜艇上缴获了一样好东西，那就是德国人的机密恩尼格玛密码机了。这个消息被严格保密，因此德国人并不知道，还在继续发送经过恩尼格玛密码机加密的信息给其他的 U 型潜艇及其支援舰船。英国人这边呢，将密码机同缴获的文件两相结合，就把这些加密的信息给破译掉了，于是便能够定位和击沉更多的 U 型潜艇了。1985年的巴黎航展上，一台形似外星飞船的奇怪玩意儿正在通用电气的展台上供人们参观。它的前部呢长得像是一个比较正常的喷气式发动机的进气口，但后部却直接就长上了两排直径为 3.6 米的弯刀状螺旋桨叶片。这究竟是什么东西？它到底是喷气式发动机呢，还是螺旋桨发动机呢？实际上都不是，也都是。通用电气管它叫做无涵道风扇发动机，跟它站在一起大声吆喝的是波音。它号称装上这台发动机的波音7J7将会在2500天内飞上蓝天，提供跟新型空客 A320 一样的载客量，但油耗却只有对方的一半。结果很明显啊，要不是看了今天这期节目，相信咱们大多数人是既没有见过这台发动机，也没有听说过一架叫做7J7的波音客机的。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讲讲有关他们的故事。尽管如今早已被历史遗忘，但这台全称叫做涡轮桨扇式的发动机，在1980年代那段短暂的时间里面，却被当成是航空业的救世主一般的存在，并且大有格调涡轮风扇发动机，也就是我们现在最常在客机的机翼下方见到的那种很容易被直接叫成是喷气式发动机的那个发动机的命，标志着螺旋桨叶片的全新回归。这一切的起源某种程度上跟两场发生在中东的战争有关。1967年以色列吞并周边阿拉伯邻国的六日战争和1973年阿拉伯人反击的赎罪日战争。之后呢，阿拉伯世界针对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原油禁运就开始了。这样的结果就是一夜之间燃油的价格被推上了新的高度，而重度依赖燃油的航空业也因此遭受了惊人的损失。里应外合之下，反倒是为技术救场做好了铺垫。这下我们就要来说说航空发动机了。
其实不管是前面装着螺旋桨的涡轮螺旋桨发动机，还是前面装着风扇的涡轮风扇发动机，或者是前面啥也没有，只是靠尾部喷气的涡轮喷气式发动机，其驱动的核心呢都来自于涡轮，但推动发动机向前的力却来自不同的部分。涡轮螺旋桨发动机其向前的力几乎都来自经过螺旋桨并被螺旋桨加速之后向后推出去的那部分的空气。至于经过发动机核心从涡轮喷出去的热气嘛，可以看成完全就是燃烧之后产生的废气了。涡轮风扇发动机则不太一样啊，从它前面那张大嘴进到发动机里面的空气呢，会兵分两路，一路避开中间的发动机核心，不会经过涡轮机，而是通过四周的旁路绕到发动机尾部喷出去；另一路则会经过压缩机、燃烧室、涡轮机之后呢，变成热气喷出来。两者混合在一起，形成发动机的总推力。那么在其中谁的贡献会更大呢？不是中间经过了加热的热空气，因为它的主要作用其实是为了让发动机前面的风扇和压缩机转起来的。真正出大力的是风扇扇出来的旁路空气。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简单的叫客机上的发动机为喷气式发动机了吧？真正只有利用喷出来的热空气来推动自己前进的，才叫做涡轮喷气式发动机。通常它是装在战斗机上面的。好了，这是工作方式的不同。那么工作效率呢？也就是烧同样多的油，谁干的活更多呢？工程师打一开始就知道，超高效涡轮发动机的秘诀在于极高的旁路比。这个比值描述了发动机风扇向后驱动的冷气量与从发动机核心流出来的热气量的比例。不难看出来啊，螺旋桨的比例最高，而喷气式的比例最低，所以使用螺旋桨是最省油的一种方式了。在那个油价高的让航空公司无法承受的年代，你说他们想不想把客机上装着的涡轮风扇发动机给全换掉呢？当然想啊，这可省下了一大笔钱啊。但螺旋桨有个问题，它飞不快。因为当它想要飞快时，就要把螺旋桨旋转得更快，而螺旋桨转得更快时，它的尖端切割空气的速度就会更快，快到很容易就超过音速了，而一旦超过音速，就会在这里产生激波，使螺旋桨的效率直线下降。所以尽管有颗澎湃的心，但无奈也只能以每分钟几百圈的速度慢悠悠地往前晃了。你说已经坐惯了速度更快的喷气式客机的乘客还愿意倒退回去吗？矛盾这可就来了啊。用螺旋桨嘛，效率高省钱，但速度慢没市场，这可怎么办啊？这种情况呢，就是工程师们最希望看到的啊，有困难才能体现出价值嘛。于是在这个时候，螺旋桨制造商汉密尔顿标准公司的工程师们提出了一个比较激进的螺旋桨设计方案。简单来说呢，就是一种弯刀状的螺旋桨叶片，目标是使安装着它的飞机能够与喷气式飞机对抗，以更接近音速的速度来飞行。这就催生出一个叫做先进涡轮螺旋桨的项目，而后演变成2台实际的发动机，一台就是我们先前已经见过的通用电气 G136， 另一台则是由普惠、汉密尔顿、埃里森联合研制的 578-DX。它们其实长得很像啊，都是把2排对转的弯刀状螺旋桨装在了发动机短长的后部，然后再把发动机装在飞机的尾部，而不是机翼下方，以便为螺旋桨的旋转盘留出空间，并将发动机产生的噪音排除在机舱之外。两者的最大区别在于对转的螺旋桨是如何驱动的。578DX 的方案比较传统，依然是采用齿轮变速箱来连接涡轮与螺旋桨的，而 G136 则大胆得多啊，他们认为用齿轮来连接既增加了发动机的重量，又增加了平时维护的成本，还不如将2排螺旋桨直接锚定在涡轮叶片上来的简单高效呢。咱们可以这样来简单理解啊，在通用电气的方案里面呢，其实螺旋桨就是涡轮叶片，涡轮叶片就是螺旋桨，只不过是把涡轮叶片放了一部分到发动机外壳外面，再换了一件马甲而已。这个可不要小瞧啊，它在传统的涡轮发动机里面是无法实现的，因为通常涡轮叶片会分很多级，每一个旋转极后面都会跟上一个固定不转的极，它叫做定子，目的是阻止气流因为前面叶片的带动而产生旋转的流动，让它在击中下一个涡轮极叶片时拥有正确的角度，以便更好地传递出力量。不过这样的设计就会让整个涡轮机变得大起来，而通用电气的天才设计则去掉了其中的定子部分，只保留了交错旋转的转子。也就是说，每一级叶片的旋转方向与其上游和下游叶片的旋转方向都是相反的，各级之间的相对速度增加了1倍，因此效率变得更高，发动机能够做得更小，2排对转的螺旋桨叶片也能直接挂在涡轮叶片上面了。
波音公司认为这台发动机简直是太酷了，所以当即决定采用，并准备用它来将原本装在727上面的涡轮风扇发动机换掉，变成797，然后抢下空客 A320 的市场。但一项革命性的技术真的就能激起一场革命吗？并不一定啊。尽管桨扇发动机绝对算是当年的黑科技，但留给它的时间窗口太短了。很快，当油价回落之后呢，波音摸着自己的口袋想，要是把发动机全都给换掉的话，这得要掏多少钱出来啊？这事儿还是缓缓吧。一缓啊，快半个世纪过去了。最后用通用电气前商务运营经理的一句话来作结：如果燃料变成每加仑$1的话，他们又会吵着要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你能相信吗？航天飞机居然是从大气层边缘直接坠落回来的，怎么回事？飞机下降前呢都会广播，你有没有算过啊？从开始广播到实际落地，一般都要用多长时间？最少也要半个小时吧。但航天飞机从同样的高度落地只需要3分半钟。我们来算算啊，拿普通民航飞机11000米的飞行高度来除以3.5分钟，得出的结果是航天飞机的下降速率达到了3140米每分钟，换算成时速呢就是190公里每小时，相当于自由落体的最终速度了。的确是正儿八经的掉落回来的。可是为什么并没有见它被摔得粉身碎骨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航天飞机那不可思议的降落过程。这个过程的起点始于垂直高度在300到700公里之间的近地轨道，终点则在美国佛罗里达东海岸肯尼迪航天中心的一条跑道上。所以航天飞机实际上要干2件事情啊，一个是降低垂直高度，另一个是跨越水平距离。但最有意思的是，这两者它都是靠借力来完成的。降落借的是地心引力，跨越就更绝了，借的是地球的自转。举个例子啊，假如此时航天飞机正在南美洲上方以280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朝着与目的地相反的方向绕行地球时，要怎么做才能够让它飞到目的地的上空呢？打个转向灯，直接拐个弯飞过去，可以吗？可以的。但是在太空中转弯呢，全靠发动机，而打开发动机就意味着要烧燃料。不巧的是，航天飞机的燃料罐已经被它给扔掉了，就是起飞不久后与机身脱离的那个橙色大罐子了。此时的航天飞机呢，只在这2个小引擎里面还剩了一点点的燃料，它们叫做轨道机动发动机，主要起2个作用。一是在发射的最后阶段，当这3个大引擎全部断粮之后呢，最后再推一把，把航天飞机送到最终的轨道上。第二是当任务执行完毕，需要返回时，反推一把，把航天飞机的速度降低一点点，好让它能够开始往下掉。所以这么说起来啊，它是既没有足够的燃料来拐弯，而真要是拐弯了呢，也就别想着减速再回地球了。自然宇航员是不可能这么做的。那他们该怎么做呢？什么都不用做，只需要等着地球自己转过来就可以了。因为地球在自转，而航天飞机的绕行轨道却没有转，两者的相对位置当然就会发生变化啦。等到航天飞机的轨道已经来到了肯尼迪中心的上空时，它就可以掉个头，把轨道发动机里面的燃料全部烧光光，来减速，开始准备下落了。你说掉头这种操作它是怎么完成的呢？是靠这些在机鼻和机尾处分布的几十个小型推进器来完成的了。就连每个轨道机动发动机身上呢，都有12个这样的推进器。当反推结束之后，航天飞机的速度大约下降了每小时400公里，足够它脱离轨道开始下落了。从这里开始剩下来的一切那都是滑翔了。是的，这大概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大、最重、最快的一架滑翔机了。大约滑翔半个小时之后呢，航天飞机就开始进入大气层了。此时它的速度为27500公里每小时左右，音速的23倍，所以会与大气层发生剧烈的摩擦。航天飞机正好可以利用这样的摩擦来减速啊。于是它将机头翘起大约40度，用自己的腹部来冲着前方的空气，以便达到最好的减速效果。在巨大的热量下，空气都已经被电离了，所以从各个视角看起来呢，此时的航天飞机都像是被包裹在一个火球当中，而阻止它真正燃起来的是机腹上盖着的2万块硅板和机鼻与机翼前缘部分的碳复合材料了。它们都有绝佳的隔热性能，尤其是碳复合材料。所以你应该就知道航天飞机在重回大气层中最热的部分在哪儿了吧？就是在这个灰色的部分。当年哥伦比亚号灾难的发生呢，就是由于翼尖部分的隔热材料受损造成的那是一个既悲伤又富戏剧性的故事。
改天我们来好好讲讲。就这样，靠着与空气摩擦呢，航天飞机的速度逐渐降了下来，同时高度也降低了。看起来呢，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前进。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肯尼迪航天中心的跑道就在前方8000公里处静静地等待着。但是降低的高度带来了升高的空气密度，这个时候呢，机翼就遇上了一点麻烦了，因为升力开始产生了。咦，有升力不是很好吗？飞机不都是靠升力来飞行的吗？是的，对飞机来说呢，确实是个好消息。但此时的航天飞机它还不能算是飞机啊，它只能算是一个长着翅膀的返回器而已。有升力是很麻烦的，如果任由升力产生的话，它会被重新推出大气层，然后像打水漂那样，不知道会飘向何方的。此时减小升力的最简单的办法呢，就是进一步抬高机头，产生更大的阻力来将速度减掉。但这样做的话，有可能会产生超过隔热材料吸收极限的高温，将整架航天飞机融化掉。所以角度不能变，因此升力的大小也没法变。那能变什么呢？能改变升力的方向啊！升力的方向是垂直于机翼向上的。如果我们把航天飞机侧过来，自然也就改变了升力的方向了。侧得越厉害呢，升力在垂直方向上的作用也越小，就越能够避免发生打水漂的现象了。但你肯定已经想到了啊，机身侧过来，升力不就会把航天飞机推向侧面吗？没错啊，所以它就要左侧侧在右侧侧完美的走出一条波浪线出来。经过这一顿操作，航天飞机的速度已经降到了2750公里每小时左右了，正式成为了一架飞机。只不过呢，是一架设计的比较糟糕的飞机了。你从它小的可怜的机翼就能够看得出来啊，在操纵空气方面它是捉襟见肘的。好在啊，一套由5台电脑组成的飞行控制系统，还是可以通过调整副翼和尾舵来有限的控制航天飞机的翻滚、偏航和俯仰的。甚至还能这样将尾舵分开成2半，变成一个减速器呢。在来到高度3000米时呢，航天飞机已经完成了最后一次转向，对准跑道开始俯冲了。说俯冲呢，一点也不为过。普通民航飞机在下降的最后阶段，滑行路线与地面的夹角在3度左右，速度在250公里每小时左右。而航天飞机呢，夹角是20度，速度是550公里每小时。基本上它就是撞上去的。为了避免真的撞上，飞行员会在最后只剩几百米的时候呢，紧急将机头拉起，再次像是在大气层顶端那样，用速度来换阻力，帮助航天飞机最终降到360公里每小时的触地速度上，然后啪的一声，在继续滑上5公里后呢，终于停了下来。时间从启动最后一次轨道机动发动机减速开始，只过去了1小时05分，差不多就是你的机长告诉你飞机准备下降所要用到的时间了。可它距离目的地的距离呢，是你的40倍。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知识讲给你听。当年特斯拉在同爱迪生的交直相争中一战成名，这不仅帮爱迪生背上了恶名，还让我们一直到了今天家里面都还在使用交流电。所谓交流电啊，就是电流的方向始终都在发生着变化。比如我们国内使用的是频率为50赫兹的交流电，意味着电流的方向每秒钟需要变上100次，这就让我有些不解了。你说早在特斯拉赢下交流电的19世纪末，那个时候家里面的用电负荷无非就是白炽灯泡，它无非就是直接把电转化为热，然后热到一定的境界就开始发光了，所以电流变来变去也无所谓了。就像你烧一根木头是从左边烧还是从右边烧有什么影响呢？但到了今天啊，我们家里面的用电负荷已经变成了电脑、电视、手机、音响，甚至连照明都是基于半导体的 LED 了。这些东西啊，其实都是使用直流供电的。于是再把它们接上咱们家里面的电源插座之前呢，还需要先将交流电转变为直流电才行。有注意到我提到的这些电器几乎都带有一个比较大的插头吗？有注意到这些插头总是很热吗？这就是交流转直流所需要付出的代价了，更大的体积和白白浪费掉的电费。所以啊，这就让我想到，为什么家里面就不能直接用直流来供电呢？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试着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内容上大概会分成以下几个部分。第一，为什么当年特斯拉的交流电会胜过爱迪生的直流电？它有什么样的无可比拟的优势？第二呢，到了今天交流电的优势还存在吗？它的劣势又是什么呢？第三，直流电有可能会在将来全面取代交流电吗？为什么？好，现在我们就开始了啊。回到19世纪末，交流电之所以会胜出，其实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它可以非常方便的变换电压。
变换电压有多重要呢？太重要了，因为它关乎到电厂发出来的电能否远距离的传输。尽管我们都很喜欢电，但谁都不喜欢电厂就在家旁边。要想把电厂搬远，就得要加上足够长的输电线。而我们知道，只要是导体，就一定会有电阻；只要是电阻呢，就一定会产生损耗。损耗是多少呢？这个公式可以告诉我们。P 等于 I 平方乘以 R， 这里的 P 呢是线路损耗的功率 ，I 是流过电线的电流 ，R 是这段电线的电阻大小。你看出来了吧？尽管随着电线越来越长，电阻在不可避免的越来越大，我们还是能够通过减小电流来对损失的功率做出控制的。尤其是它还是个平方。而如何来减小这段电线里面的电流呢？那就是提高输入进去的电压了。公式在这儿。P 总等于 U 乘以 I， 输电线的总功率等于电压乘以电流。在输入功率不变的情况下，自然是电压越高，电流也就越小。所以当年由于做不到升压，爱迪生只能把自己发出来的110伏直流电输送到离他不到 1.5公里远的用户的家里面。要是想要再远这些电光是在路上的损失就超过一半了，还让人怎么用呢？而且损失的能量都会以热的形式释放出来，电线自己就把自己给熔断了。比如这些非常形象的实验。而特斯拉的交流电就完全不一样了它的电压可是想升多高就升多高凭什么交流电可以，直流电就不可以了呢？那得要看变压器的工作原理，有两个。首先是电流的磁效应，交变的电流产生变化的电磁场；其次是电磁感应原理，变化的电磁场产生变化的电动势。前后都脱不开一个字，变化。所以变压器注定就是一个属于交流电的产物，凭借它把电压升到数十万伏的水平，就能够轻轻松松传个成百上千公里了，把偏远电站所生产出来的电输送到人口稠密的城市，供你我使用了。不过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变化的交流电虽然方便，它能够利用电磁感应来随意变压，但也需要为这样的电磁感应而交费，因为线路与线路之间、线路与大地之间都会因为电磁感应而产生电感与电容，从而产生感抗和容抗。这部分的阻抗呢，其实会消耗掉很多输电线上的功率的，极其的不划算，而我们又极其的无奈，所以就只能把它们起名为无功损耗了。而直流电由于没有交变电场，所以就不会有无功损耗，所以优势也就体现出来了。但优势就仅止于此了吗？当然不是。随着20世纪50年代后电力电子技术的发展，直流输电的很多优势都凸显了出来，比如系统稳定性更强，线路造价更低，适应范围更广等等。我们来简单介绍一下交流电力系统之间想要联网，必须要做到严格同步，因为交变电流是个基于时间变化的函数，它的频率、相位等关键指标都跟时间有关。如果两个交流系统在联网的时候稍微有点错开的话，就很有可能导致两个系统都发生崩溃而停电。直流系统就稳定多了可以实现非同步联网，俗称背靠背联网。再看线路造价，由于交流输电通常需要采用3根导线，而直流输电最多只需要2根，所以在材料成本上呢就已经省下不少了。再加上直流输电不需要像交流输电那样为了避免电磁感应而把自己架得那么高，分得那么开，投资建设和运行费用都降下来了，而且还很适合被埋进拥挤的城市地下和输不起电线杆的海底。与此同时呢，当年击败爱迪生的直流电难以升降压的问题，如今也可以方便的解决了。在送电端我们先是把交流电升到一个超高的压力，然后使用整流器把它转变为直流电，等输送到用电端后，再用一个逆变器又把它给变回交流电，然后降压使用。虽然有点麻烦，虽然转化的过程中还是有所损失，虽然像这样的换流站成本真的很高，但如果你想把上千万千瓦的电力输送到几千公里以外的地方的话，特高压直流输电仍然是不二的选择。猜猜当今世界上掌握了该领域最领先技术的是哪个国家？中国。西电东送，世界首个1100千伏的直流输电线就架设在新疆昌吉和安徽古泉之间，成为闪耀世界的电力高铁。好了，我们的基本问题应该都得到解决了，除了一个，既然如今我们那么多的电子设备都在使用直流电，那么未来有可能或者说有必要直接直流入户吗？关于这一点我就交给大家来讨论了我是火箭叔，一定要关注我把你的想法和建议都留言来告诉我吧。航空史上从来不缺奇人，美国飞行员鲍勃·帕多就是一个，因为他用飞机来推飞机。是的，不是推测，也不是推船，而是在空中推飞机。1967年3月的一天，4架 F-4幻影战斗机从美军在泰国的基地出发，前往越南河内轰炸一座钢铁厂。那儿呢，防空火力异常密集他们几乎就没有可能全身而退。
果不其然，在攻击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呢，其中一架 F4就被炮火击中了。好在它还能飞啊，于是就继续留在编队里面完成了投弹任务。可是只怪运气太差，另一枚炮弹随之而来，2次重击之下呢，它的燃油开始从机身当中倾泻而出了。想要返回基地绝无可能啊，唯一逃生的机会就是弃机弹射了。但是现在还在敌区上空，即使成功落地，也会被俘，生存的希望依然渺茫嘛。作为本次任务的队长，帕多是不能接受这样的结果的。虽然他自己的 F4也受伤并正在漏油，但他却选择陪在同伴身边，寻找办法帮其脱困。什么办法呢？帕多想到了2个啊。A 计划是用自己的机头紧贴着同伴的机尾，将其顶着一起往前飞。虽然 F4在将尾部的降落伞丢弃之后呢，确实能够空出一个供尖头落脚的理想推进点，但无奈啊，它尾部的湍流实在是太大了，帕多的飞机根本就无法靠近嘛，因此只能再试试 B 计划了。那就是从它的下方靠近，慢慢的将其驮起来，就像波音747驮航天飞机那样。可是人家那是经过了改装的呀。当帕多将自己的飞机一点一点向上靠近同伴的机腹时，他意识到这个也行不通，因为机舱盖根本就承受不了这样的压力啊，肯定是会碎掉的。那个时候他们就只能弹射了，不仅救不了同伴，自己也被搭了进去。B 计划也流产了。此时前面那架 F4的引擎已经停机了，正在以每分钟1000米的速率快速下坠，还有什么办法？突然帕多看到了一样东西，尾钩。是的，作为一开始就是为海军开发的超音速战斗机 F4 拥有从航母上起降的能力，自然就带有尾钩了。可以试试这个嘛？帕多让同伴放下了尾钩，然后慢慢的将自己的驾驶舱前挡风玻璃呢靠了上去，冒着随时会被顶穿后插到自己身上的危险，居然真的就将前面的 F4 推动了起来。虽然湍流还是会让他们在靠在一起10几秒后呢，就不得不分开一下。虽然驾驶舱的玻璃的确被顶裂成了蜘蛛网，虽然帕多的发动机最终也只剩下了1台还在勉强工作，但这番努力不仅让同伴飞机的下降率减到了之前的1半，也让2架飞机在燃油全部耗光之前一起又多飞了20分钟，飞过了将近130公里，刚刚好离开了最危险的区域。于是他们双双弹射，落地仅仅45分钟之后呢，便被救回了基地，可谓九死一生呐。不过你猜猜，勇气与智慧同时爆棚的帕多后来怎么样了？他受到了谴责，空军埋怨他说：“你把我们价值300万的飞机给弄丢了。”滑稽吧？好在公正总是会来的啊！20多年以后，这个错误终于得到了修正，帕多也因此被补发了1枚银星勋章，故事完美落幕。跟 B-52一样，诞生了半个多世纪的图95呢，依然还冲锋在前线。不过它的特征呢却更加明显啊，那4对同轴反转的螺旋桨实在是太抓人眼球了，当然也很抓人的耳朵啊。所以为什么他要这样装螺旋桨，而除了他就没有人这么装了呢？故事嘛，咱们还需要回到它的诞生之初。2战结束，冷战刚刚开始的上个世纪60年代了。设计图95的是一位天才工程师安德烈·图波列夫。苏联第一架具有核打击能力的轰炸机图4公牛就是出自于他的手下了。当然，那其实是波音 B-29超级堡垒的逆向工程版本了。因为在2战接近尾声，美军开始轰炸日本本土时呢，这些先进的轰炸机中有几架坠毁在了苏联的领土上，自然就被合理的消化利用了。苏联人因此就有了属于自己的第1代核轰炸机。不过它的缺点是航程太短，无法威胁到远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嘛。于是到了1952年呢，图波列夫领到了一项新的任务，设计一架能够载着11吨炸弹连续飞上8000公里，直捣美国黄龙的新一代战略轰炸机。同时收到这个任务要求的是图波列夫的竞争对手，同样也是天才工程师的米亚西舍夫。但是2个人的设计思路呢却完全不同啊！激进的米亚西舍夫选择了当时刚刚诞生不久的喷气式引擎，设计出了 M4 野牛，把苏联的技术能力套到了极致啊！而图波列夫的判断是，喷气式引擎是很潮啊，但并不成熟，如果贸然用上，后患无穷啊！于是他决定，引擎咱还是得用久经考验的老技术螺旋桨。不过也并不妨碍我从喷气式飞机那边借点东西过来嘛，比如那后掠的机翼就非常不错，有效降低阻力，达到更高的航速。他们是贡献明显的。但是光这样呢还不够嘛，还能有别的一些改进吗？那就只能从螺旋桨上做文章了，把原本只套1个改成套上2个，并且呢还让它们反着转。这是什么道理啊？传统螺旋桨是有一些问题的。
首先，它不能转得太快，因为一旦快了，远离轴心的叶尖呢，在周向旋转时速度就会超过音速了，由此产生的激波会带来巨大的阻力，使螺旋桨的效率大减，很不划算嘛。但发动机的功率却是越来越大，该拿什么来消耗它爆发的小宇宙呢？只能让它推动更多的空气一起做功呗。要怎么推动更多呢？简单一招就是把叶片数给加上去。可是这恰恰就是咱们要说的第二个问题了。传统螺旋桨的叶片数不能太多，否则效率也一样变低因为在前一片桨叶划过空气时呢，已经把这里的空气给搅乱了，形成了所谓的涡流。如果第二片桨叶马上就跟过来，没有给涡流的恢复留足时间的话，它面临的就必将是更大的空气阻力了。你说效率能不降低吗？而要是一个平面上的叶片数越多，它们之间的间隔就会越密，带来的效率降低当然也就越加明显了。同时紧跟着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呢，旋转的螺旋桨搅动着空气，使其旋转着向后吹去，其中向后的部分呢，没什么好说的很优秀，变成反作用力推动飞机前进了。但讨厌的是它还有旋转运动的部分这一部分的运动呢，不仅不会对推力产生任何的贡献，还会在吹到垂直尾翼上时对飞机造成偏航的作用，既损失了效率，又带来了麻烦，等于是赔了夫人又折了兵。所以这些问题该怎么破呢？且看同轴反转的螺旋桨了。从迎风面看起来它有了更多的叶片，但是却分布在不同的旋转平面上，所以既能推动更多的空气，也避免了相互之间的打架。而前后反转的好处就是能够把前一片螺旋桨带来的朝左或者朝右旋转的空气呢，给重新扭回来，帮助这部分社会边缘分子回归主流价值观，成为对推力有贡献的轴向流动的空气了。所以你看作为一架螺旋桨飞机，装着它的图95呢，却能轻松飞出超过800公里的时速，几乎和现代喷气式客机一样快了，并且由于效率大增，巡航里程呢也有了充分的保障，这些都让它由留到了今天，还有立足之地可是为什么别的飞机不这样安排自己的螺旋桨呢？比如洛克希德马丁的C130、大力神和空客的 A400M， 他们的螺旋桨还是只有一层嘛。好了，刚才那是同轴反转螺旋桨的好处，现在来讲讲它的坏处了。第一个显然就是复杂。复杂意味着不可靠，复杂意味着更大的重量、更高的费用，复杂还意味着更为繁琐的维修和保养等等。第二个是噪音，可怕的噪音据说当图95飞过头顶时，美国的潜艇即便是在水面以下呢，都能够通过声呐探测到它。据说一些曾经伴飞过图95的战斗机飞行员，可以越过自己飞机上轰鸣的喷气式发动机的声音，清晰地听到来自于它的螺旋桨发出的噪音。所以当今最吵战机的头衔非它莫属了。再反观 C130 或者是 A400M，一是身为运输机的他们呢，实在没必要飞那么快嘛。二是你看他们的螺旋桨叶片又多又弯，明显就是个超音速的夜行嘛。其实已经很好的解决了效率的问题，干嘛还吃力不讨好的把自己变那么吵呢？不符合咱绅士的一贯表现嘛。至于战斗民族大嗓门，那叫霸气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好了，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榫卯结构，我们引以为豪的文化瑰宝，不用一钉一铆就能让建筑物屹立千年不倒。尽管大飞机上的发动机不是我们的优势项目，但我们的榫卯结构却在其中举足轻重。这是为什么呢？我是百科全书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飞机发动机里面的榫卯结构。航天发动机，比如我们常见的涡轮风扇发动机，常常被比喻为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其输出功率十分惊人，小小的一台只有几吨重，却可以推动几十上百吨重的客机以接近音速来飞行。所以想都不用想其内部结构一定十分复杂而精密，每一个零件之间的连接也肯定都是严丝合缝、固定紧密的咯。但你有没有在登机经过它的发动机时，意外听到过从里面传出来的哒哒哒哒的，有点像是金属碰撞的声音呢？就像是这段视频里面的一样。奇怪了，这声音从何而来？难道是发动机里面的风扇叶片松动了吗？没错，就是它松动了。但是也别怕，它本来就是被设计成这样的。作为发动机里面的成立部件，这些风扇的叶片却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样牢牢地固定在发动机上面的，而是通过榫头卡在风扇盘的榫槽里面的。
最妙的是，它卡的也不紧，笋头和笋槽之间留有间隙，所以当风扇慢慢转动起来时，在重力的作用下，每片叶片在接近12点钟位置时，都会向轴心方向滑过去。等快要转到6点钟位置时，又朝与轴心相反的方向滑了出去。于是风扇叶片就在这样滑来滑去的过程当中呢，它们之间的凸台就相互碰撞在了一起，发出了如此这般清脆，或许还有一些瘆人的哒哒声了。这看起来还不如我电脑机箱里面的散热风扇来的牢靠，居然可以把我们带上云霄，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好了，该到问为什么的环节了。先给大家5秒钟的时间想一想，猜猜看为什么航空发动机里面的风扇叶片要这样松垮垮的装在一起呢？5、4、3、2、1。好，下面呢就看看你猜的是否正确了啊。首先，连接起风扇叶和风扇盘的榫卯结构叫做重塑型榫卯，因为它看起来确实是很像一棵重树，即冷杉树的外观，呈现出一个有齿的 V 型。榫头和榫槽之间有着明显的空隙，可以方便榫头在一定范围内自由的滑动。当发动机开始工作之后呢，随着转速增加，离心力也开始增加，于是就将每一片风扇叶片往外拉，也使它们的榫头在各自的榫槽里面往外移动。那么每一片叶片的榫头往外移动的量都是一致的吗？不一定啊。由于在一个盘面上，每一片风扇叶片的对面都有另一片与之相对的叶片来平衡离心力。让我们想象一下，假如左边这片叶片 A 上面被一个小石子刮了一下，稍微损失了一点点的质量，而与它对称的右边的叶片 B 则相当完美。这个时候，如果风扇快速旋转起来，两边的离心力会一致吗？不会。完美叶片 B 受到的离心力显然会比伤残叶片 A 受到的离心力更大一些，于是这样并不平衡的力就会把风扇盘面的重心拉离了它的中心，也就是拉离了旋转轴的位置，这时震动就开始产生了。而机械结构都怕震动，震着就把自己给震散架了。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工程师就设计出了这个神奇的重塑型榫卯。A 不是受伤变轻了吗？于是，在转起来之后，就多在榫槽里面往外滑动一些，而 B 则会自动少往外滑动一些。这样的话，两边的离心力又再次回到了平衡点上，震动也因此而减小了。所以，航空发动机的风扇叶片之所以要装得松松垮垮的，主要就是为了减少震动。你猜对了吗？这跟我们的直觉是不是有点冲突啊？我们觉得非要夹得紧紧的才不会左摇右晃，谁知道反而是放松一些才能真正实现又紧又稳。所以工程师的工作常常都是反直觉的。你有在生活当中发现什么反直觉但是却更好用的设计吗？一定要分享出来哦！我是火箭叔，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说到超级工程，作为中国人，咱们可是一点也不陌生了。这不，又一个超级工程正式开工了，那就是世界首座设计时速350公里的海底高铁隧道——汕头湾海底隧道了。我翻了一下相关报道，其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它的施工方式。由于位置特殊，地下环境复杂，所以为了挖通这个隧道呢，我们几乎是把目前所有主流的挖掘方式都用上了，其中就包括了明挖法、盾构法和矿山法。它们有什么区别呢？为什么在不同的部分要用到不同的方法呢？我是人称百科全书的火箭叔，今天我们就正好借着汕头湾海底隧道这个例子，一起来了解一下这地下隧道，尤其是海底隧道到底要怎么建。好，我们现在就开始了啊！不过得先补充一下，我刚才说了，明挖法、盾构法和矿山法是目前比较主流的隧道挖掘方式，但除此以外还有别的什么方式吗？有的，另一个也很有名的方式叫做沉管法，它应用在很多的水下隧道建设中，比方说我们前一阵子也说过的港珠澳大桥的海底段，尽管它不是今天的重点，但最后我们还是会提一下它来作为对比的。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一个隧道的建设要用到这么多的方式呢？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在汕头湾这个地方呢，地下的地层太多变了，从最软的淤泥到最硬的花岗岩，从8度地震区穿越过17条断层破碎带，从陆域到海域，既要扛住海底的高压，也要适应海水的侵蚀。我只想说，太难了。任何单一的方法都无法拿下这个开了挂的大 boss， 所以只能组合着来。比方说，在一开始又软又浅的入口段呢，就采用明挖法；
咱们从它的名字里面就能够猜出它大概是怎么工作的了。简单来说，就是先把这个需要建设隧道的地方整个从地面上挖开，然后在露天的情况下修筑内衬，也就是能够把隧道支撑包裹起来的结构。接着呢，把一开始挖走的泥土回填覆盖上去就可以了。这个方法显然是最简单、最经济、最快速的选择了，但是缺点也很明显啊，就是只能对付较软的土地和挖较浅的隧道了，一般只应用在城市的地铁站和地下通道的建设当中。当然，用在汕头湾海底隧道的入口段也完全没有毛病，因为在这个较浅的地层里面呢，主要是疏松的粉砂岩，正好完全就是明挖法最擅长的场景了。接下来隧道往前推进，我们就要面临更深更黏的淤泥质土层了，以及越来越硬的弱风化花岗岩层了。于是出场的选手就变成了盾构机。其实这几年呢，随着各个城市都在抢着修地铁，盾构机出现的频率应该说是相当的高的。让我猜一猜啊，上面我说的几种挖隧道的方法，你可能不知道什么是矿山法，什么是城管法，但一说到盾构法，你一定我知道，就是那个挖地铁的东西了。没错，盾构机其实解释起来也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把它想象成一个直径可以达到10几米的大电钻就可以了。它拼命的，只不过拼了命，每天也只能以几米的速度往前转，然后通过传送带把转出来的泥土、碎石或者是泥浆源源不断的往后送出隧道。一边往前转呢，就一边在后面用预制好的弧形或凝土块将洞壁砌起来，形成衬砌。在防止隧道坍塌的同时，也作为推动自己往前进的支撑面，简直是一举两得啊！其实这样形容还不够，实际上整个盾构机就像是一枚可以多线程工作的 CPU， 在同一时间把好几样工作都完成了。推进、出土、拼装，而且几乎都是自动化作业，所以看起来每天只能前进几米，好像慢得不行。但实际上，它已经是一个非常高效的挖洞工具了，并且在这个庞然大物的支撑和掩护下，施工的安全性也是非常高的，难怪它能成为地铁建设中的明星了。但再好的东西也是有缺点的，比如挖不了坚硬的岩石。也不是挖不了啊，只不过你实在扛不住，没挖几米就要跑去换个刀片吧，既不经济又不安全，而且也实在是没有必要啊，又不是没有别的方法可以选了。对了，既然到了又深又复杂又坚硬的岩层了，我们的方法就需要换成矿山法了。这个方法既然得名如此，肯定是跟矿山有点关系的。实际上，它就是从矿工们挖开矿洞的方法中找到灵感的。用矿山法来开挖隧道，最大的特点是隧道的形状并不是一次性挖出来的。这个怎么理解呢？你就想啊，你要挖的这个隧道，它设计出来的形状，也就是横截面的形状，是个正方形，上面再带个拱顶。按照盾构机的策略，我一次性给你把这个形状挖出来。它的底气来自于，反正挖开了，我自己也能够用躯体给你顶上啊，不怕坍塌。但矿山法可不会这样干，它会把这个横截面呢分成好几次来挖。比方说，先挖一个半圆形的隧道出来，作为最终隧道的拱顶。等把这部分完成了，然后再向下、向左、向右挖出完整的隧道出来。之所以要这么干，是因为在挖出一部分岩体时，它上面的岩体由于失去了下面的支撑，随时都会有坍塌的风险，所以就要边挖边人为的进行支撑。支撑当然是面积越小越容易啊，所以就从挖小洞开始，再慢慢的把它扩成大洞吧。当然，至于是先挖哪一部分呢，也是有很多讲究的，这取决于我们面对的实际情况。比方说，面对稳定性不那么好的松软岩层的话，那就先挖顶部，等挖好顶部并做好支撑之后呢，再开始向下挖，然后把左右护墙给砌起来。当然，也可以是先挖下面，然后再往上扩，也可以是同时挖出上下2条隧道，然后一起往中间挖。花式太多，我们就不再继续下去了。但我还是想再说一个在矿山法中应用很多，并且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的一样东西——锚杆。让我们看看它的作用是什么。就是可以神奇的加固一个新的凌空面，甚至在下面什么支撑物都没有的情况下，也能够很有效的保持隧道的顶部不坍塌。其实原理也并不复杂，它的作用就是来拉紧彼此分离的岩石块，增加它们之间的摩擦力，使它们相互支撑在一起。很聪明的办法吧？当然，更聪明的是将这些方法组合在一起，打出组合拳来搞定这条不可思议的海底高铁隧道的工程师们了。很期待它能早日贯通。对了，最后我还没有忘记啊。城管法，我们用几句话来简单介绍一下它。它就是将若干个预先生产好的隧道段运到施工的水面后，再一个个的沉到水底并拼接起来，密封之后排孔里面的水就建成了。当然，我这是超级缩减版啊，实际过程肯定要复杂很多。城管法的优势就是方便、便宜、快捷，因为它不需要挖洞嘛，所以是现在很多水底隧道的施工方式。那为什么汕头湾海底隧道不用城管法来修建呢？
因为它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水温环境，但恰恰这里缺的就是这个了。好了，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我是火箭叔，欢迎关注我的栏目，把想说的建议、想要指出的错误以及想要补充的观点都留言告诉我吧。